好，回到节目来看的是中英两国的关系啊。最近因为英国首相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啊，看起来有回暖的迹象。英国首相施凯尔在29号呢，他特别访中，在北京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他表示呢，英国希望和中国建立更成熟的关系，两国寻求修补因为多年的间谍丑闻还有地缘政治紧张而受损的双边关系。中英两国元首的会谈呢，这次大家算了一下，大概80分钟左右。那这次施凯尔去呢，可以说是成果丰硕啊，因为他带了整个一个商业的非常庞大的一个访问团，包括达成了像是免签旅行协议，还有调降威士忌关税，以及这个 AZ 啊这家非常知名的制药厂商阿斯特捷利康会投资109亿英镑在中国大陆境内要新建制药相关的制造设施。而在16号啊，我们知道加拿大总理就是卡尔尼呢，他才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啊，双方也签署了一项经济协议啊，承诺要维持开放的沟通管道来解决农产品贸易等相关议题。这次很特别的是，大家算了一下，才2026开年才第一个月哈，已经大概有7到8个国家特别。大家看了，包括刚刚提到的加拿大，还有这次的英国，还有芬兰，然后呢，像是南韩啦，还有包括爱尔兰也是啊。那我要特别提到的是说，五眼联盟当中现在已经有2眼过去了哈，加拿大还有英国都去了哈，这值得玩味哈，这是大动作的在此时加强对中关系。虽然川普方面已经放话警告，而且他说是提醒也好，是警告也好，但是这些国家仍然决定走自己的路，大家怎么看？他们的盘算很简单，这2个英国跟加拿大的领袖呢，就是一个是对冲，一个是都套句金融术语啊，一个对冲，一个是避险嘛，就因为被美国给逼的。先说英国了，这英国呢，在2016年的英国做了一个不是民粹性的决定吗？脱欧嘛，脱欧对，脱欧之后他觉得不需要欧洲的市场，他当时寄望美国的这个市场。美国可以给英国很多的一个经济的取代这个欧洲的市场，可会发现这些年来，美国给他英国的一些援助或者贸易关系或者科技的交流，远不如他原来所期盼的，所以他对美国失望。但拜登之前都一算，就后来的这个川普呢，可以说是这个对不起啊，250啊，让这个英国更为失望，所以他觉得那我一定要试试看，中国是另外一个可以取代的。英国呢跟中国的关系过去曾有一段时间的冰封期啊。还有 frozen period， 根本两个关系并不是很好。对，那中英的关系过去也经过很多跌跌宕宕，经过一些起伏嘛，就大家都很清楚。也是我们中国的鸦片战争第一个就跟英国搞的，所以呢，英国跟中国的是完全是以利益取向。那么中国这个时候呢，他刚好英国等于说是五眼联盟也好，或大英国协也好，他是领袖国啊，领头羊的国家来美国来中国访问，他当然欢迎了。尤其这个施凯尔呢，他是本来跟川普关系还不错，可后来被逼的呢，对川普的最近的言辞也有些严厉了啊，所以因此呢，这个施凯尔去访问中国，中国乐见跟施凯尔到北京来，而且全力协助他，不但是政治层面，跟他的商业的代表团也有很多的订单，这都是例子。所以英国呢是一个背景，第二个加拿大呢，我想就更明显。但我个人过去在加拿大服务过啊，加拿大开馆啊，所以跟加拿大的关系呢，也了解加拿大的民主性。加拿大是这样，加拿大过去呢这些年来，他对美国是百依百顺的。加拿大是都听美国的。当初呢，加拿大在那个听说是比美国在更早时期，加拿大想承认这个美国呢，不承认中国，结果美国说不行，那加拿大就一直延到后头，所以中间是有一些对美国言轻计从，所以过去有个惯例，加拿大的总理啊被选中之后，第一个出访的外国啊就是加拿大，这就是美国总统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就是加拿大，这2国变成一个兄弟之邦，所以因此呢，这个川普上任之后一连串讲对加拿大很不友善的话，什么加拿大第51州等等，把加拿大气到不行。当然讲到这个 Mark Carney， 这个总理呢，他的背景又不一样，他不是政治家出身，他是银行家、金融家，过去当过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央行总裁，同时也当过英国的央行总裁，对，就是很特别例子，这很特别。对，所以他基于这个国际观、国际金融的背景，所以他的看法比较务实。他也看到中国它市场的潜力，跟中国对
加拿大可以带来很多很多的帮助。所以因此呢，所以他过去而且还有一个背景啊，加拿大在2018年呢，英国是在2016年的这个脱欧带来一些挑战。加拿大跟中国关系在2018年孟晚舟事件的中加关系很低潮，所以因此呢，卡尼下来之后，他觉得希望能够带来一些可以说重新恢复。我最近看到一篇社论啊，它的标题也很有趣啊，他说其实中方特别是习近平应该要谢谢川普，对，因为他把中国大陆这边跟西方国家的距离拉得更近了哈。那所以啊，川普当然一定不满意哈，所以他也公开示警，他就直言说，英国跟中国大陆打交道是非常危险的。可是针对川普的警告呢，英国首相府也回应说，华府事前都已经知道这次呢施凯尔去访问中国大陆的行程，还有访问的目标。这句话更酸啊，说更何况川普本人自己也预计4月你自己都要访问中国大陆，那为什么你可以去访问中国大陆，我就不行呢？啊，言下之意是这样嘛。金融时报也指出呢，在川普扬言夺取格陵兰呢，同时还因此一度威胁说要重新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盟友加征关税以后呢，西方阵营就开始出现裂痕啊。当然，这也使得北京有机会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机遇。所以吴岳老师哈，因为现在就拉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长期以来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现在看到美国行，但是我们不行，当然一定会觉得很不合理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子。我想说，刚刚大使讲的，还有主持人讲了几个问题哈。就今年如果讲开春以来，1月份以来，那除了去年年底的12月马克宏嘛，包括韩国的新任总统李在明，那我为什么要稍微讲？因为他是6年来第一个韩国总统，是好。那包括爱尔兰总统的 Martin， 他是14年来，爱尔兰第一个总理访问。好，当然包括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他是8年多来加拿大总理没有访问过的。芬兰的总理2017年以来没有访问过的，英国的首相也从2018年以来通通没有的。对，是8年。重点倒不是说这些人集中在，而且马上德国总理会的。对，因为德国跟法国本来就跟中国的关系常态性互动嘛。说为什么这些少者6年，多者14年的都没有去的？可是今年大概在1个月左右还不到，通通大概都去的中国进行访问嘛。这当然一定有他们的目的嘛，这第一个。那第二个造就这个原因大概很简单嘛，因为这些国家也都看出来，川普上台之后，他更多的不管是远亲，我们讲远亲就是包括亚太的日韩，以及包括欧盟这些国家嘛，还是近邻，近邻就是2个嘛，就北边的加拿大跟墨西哥嘛。对，啊，不管对远亲也好，对近邻也罢，相较于主要的传统的对手，不管是俄罗斯的普丁，还是中国大陆的习近平。他发觉到说，川普对远亲跟近邻那种谩骂、羞辱、关税、压力，完全比传统的，不管是北京也好，或者说俄罗斯也罢嘛。那第三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因此很多的国家当然就会采取一个所谓的双重的黑菌嘛。因为不管怎么讲，美国基本上是一个高关税的，啊。虽然它是一个最大的市场，但是中国基本上它还是全世界，它有2个特色，一个是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就是刚刚顾问讲，它去年超过1.2兆美金的贸易顺差。第二个，它是全世界第2大的进口国嘛，所以很多的国家当然到中国去就想做几个嘛，这第一个来讲的话，是不是他们跟中国之间传统上贸易处在一个对这些欧洲国家都是逆差的，能不能有所改善？是。第二个，中国市场能不能进一步所谓开放嘛，也在做黑钱的工作，但是我想说，现在来看还不太准，因为这些国家也都很清楚的，后续性的关系取决于几个，第一个还是取决于美中新型的大国博弈，这第一个。第二个也取决于什么？也取决于川普到底跟这些传统的盟邦、欧洲的盟邦未来的互动是什么？第三个也取决于他们现在跟中国之间所达成的双方的经贸协议，到底能不能具体的落实嘛？所以我们之后看到一个趋势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但这个变化是不是会产生一个所谓各方原来就有一致性的预期结果？我想说这才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好，这个我衍生出一个问题，就是说。
很让人好奇的是，会不会未来从一个多边原本的多边变成说像单边就可以来进行所谓的经贸的协议啊，这样的一个惯用变成反而是以后的惯用模式，因为川普的关系。那当然，我们刚才讲说1月份已经有多达7到8个的国家元首，接下来还有这个德国啊，最近可以说是访客不断哦，可以想见中国大陆外交部啊，这是非常的忙碌哈。一个元首可能要访问3天的话，这样加起来也就是1个月过去了。好，那商务部这边的网站则是公布了2025年中国大陆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有70392家，年增是19.1%。实际使用的外资金额呢，统计是7476.9亿啊，年减是9.5%。那从资金来源地来看呢，像瑞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英国这些国家，实际对大陆的投资分别成长了大概有60%，然后2%，甚至是1.5%左右。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呢，达到1855亿人民币左右。现在看到美国方面是选择淡出也好，退出也好，或者是强调制造业拉回到美国，让美国再工业化哈。但从我们现在所得到的初步数据来看，来观察的话，其他国家的对中布局是要跟进美国呢，还是自己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中国路线？顾问你怎么看？好，我想我先讲结论哦，就是说，因为我们过去几年我们一直看美国跟中国在对打。那我们当时都觉得说中国一定会很惨烈可是你如果把2025年的这些数据看一下我说先讲结论，就是说你会看到美国跟中国已经形成一个所谓的竞合，但是是共荣的一个态势也就是说美国这个他要的产业他就要定，川普总统要 AI， 要晶片，要半导体。那他整个建构起来，刚刚我们讲黄仁勋嘛，黄仁勋就是他最好的 AI 大使，他带着他到处中东啊各国去推那个主权 AI 嘛，所以他把 AI 卖到全世界，他要占这一块，那他不愿意，他不让中国染指这一块嘛，所以设备也不给他，甚至晶片也不给他，不让他 AI 发展。但是呢，中国从什么地方把的市场吃下来呢？各位看看，就是说电动车，然后这个我们说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现在可能还没有这么普及，但是机器人用在很多的领域，不管是工厂的，或甚至我听到我们有一个朋友在大陆做那个扫地机器人，他说哇，最近卖得太好了，因为很多地方工资也涨，人也不好找，哇，这个扫地机器人卖得相当好，美国也卖得很好，所以。你看就是说美国跟中国已经分好了市场了啦，就是这个老实讲，中国的这种低价竞争的策略，然后产能过剩就销到全世界。我们刚刚说，它到东南亚成长10几%，到欧盟也成长8%，所以它整个它的经济并没有我们想的，当然它内需不好，这是很确定，但是外销出口制造业，刚刚我们看到那个数字，你说2025年那个7476亿。美金，当然它还是衰退啦，比前一年也是8000多衰退啦。但是它已经形成了它自己的竞争的优势，它就锁定这一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刚刚在讲很多大国家要去中国，那没办法，他们一定要去啊，因为。甚至我说那个电动车对，很多欧洲的汽车公司都要去跟他合资，没错，因为他民做的比你更好了嘛。对，所以其实各国也都在找自己的出路哈。尤其刚刚顾问也提到竞合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最近当然就是在上礼拜我们也特别讲到了所谓的新敌人学，就是呢不是去歼灭或者是全面的把这个竞争对手阻绝于外，而是怎么样从他的敌人或竞争对手当中的优势去弥补自己现在的短板。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美国总统川普最近有一项新的人事提名案这是他提名前联准会理事 Kevin Walsh 华许担任下一届的联准会主席。
华许呢，他曾经在2006年是由美国前总统小布希任命为联准会的理事。那在金融危机前后呢，担任过5年理事。最近几年呢，他是跟亿万富翁投资人叫做斯丹利·杜肯米勒合作，并且在胡佛研究所这些学术机构来任职。美股的主要指数呢，对于这项人事命令其实在星期五看到是呈现开盘走低那美元则是走强，这显示出呢，投资人对于川普提名 Walsh 来出任 FED 的主席，那并且呢，重新会评估未来货币政策走向这个消息呢，已经有一些消化了那当然，这个后市当然还是要看接下来 Walsh 他是不是真的会是，比如说像是降息，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那包括呢几个经济数据，先提供给大家。美国劳工统计局在2026年1月30号公布了一个最新数据，2025年12月的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的表现是强于预期，显示通膨的压力仍然存在。那这个年增率呢是3.0%高于市场预期的2.7%。然后日本这边呢有看到伊藤忠总研他们试算美国通膨原本预期可能会降到2%以下。但是在关税的影响下，通膨率呢大概只能够停留在2%这样的水准降不太下来。日本的关税协会甚至提出警告，他们表示关税恐怕会压低美国经济成长将近有1%左右。顾问，请问一下因为现在大家在关注是联准会这个新任主席因为川普一直都觉得那个鲍尔呢不配合他的政策那所以这个 Walsh 呢，目前市场现在是看是会配合川普的，也就是呢降息的几率很大。可是我要问的是，降息就能够解决现在美国的通膨问题吗？是，其实我们这个经济学这个专家在这里我们张老师是专业了但是我的理解是这样降息其实不会降低通膨的，对，理论上嘛降息大家更敢花钱，没错是吗？所以你通膨会上来啊，所以这个那各位看就是说我看到的数字是。通膨美国的通膨数字9月是3%，11月、12月都是2.7%。那2.7%看起来是有下来了但是它还是高于我们 Fed 的目标是2%嘛。对所以这个通膨可能还是，而且那中间里面最重要的数字是食品3.1%，住房租金是3.2%。那我想川普总统他想要降息，他的目标当然通膨其实已经不是他的最大的最大想要解决的问题。他的降息是希望解决很多他的债务美债务还是很大嘛利率降下来对他来讲压力就减轻了。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把全世界的国家都拉到美国去做投资，降息当然是让大家都能够好过一点嘛，能够做投资嘛所以我想就是说，现在新任的Fed的主席我想他要不要降息？刚刚讲降息不会减少通膨。那当然，这也就是他的这个两难之处了如果他要降息，他可能怕通膨反弹，但是他如果不降呢，经济可能衰退所以我想就是说我看一个数字很重要了就是那个贝森特这个我想他讲话我比较相信，你知道吗？他是川普这个那个里面，我觉得讲话他有一个所谓的333，就是经济计划的指标，他的目标是什么？2028年那个赤字要降到3%。然后放松管制，让 GDP 成长3%，然后每日增产300万桶的石油。你去看2024年到2025年它的数字都改善了，也就是说，当然都离它的目标都很远但是数字都改善。但我的意思是，它还有3年的任期，是所以我想2028年，我们可以观察啦，就是你刚刚讲，就是说到底通膨会不会解决？我觉得他第1年是有拿出成绩来，还有一个刚刚我更重要就是说，整个产业经济的结构，他要做 AI， 要做晶片，他把全世界的半导体产业通通拉到美国去了嘛，台积电也去了，对，韩国、日本，然后艾斯摩尔的荷兰、欧洲也通通去了，他把这个生态链已经建起来。是，那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是在打造，就是说未来要跟中国竞争一较高下那个是很关键。对，讲到这个降息就是大家都会想到现任的鲍尔因为他真的是在专业的判断上面，因为在2025的时候，其实也讲过说这个降息的次数可能会就是说可能会按照原先这个联准会的预期。那可是后来发现说呢，这个鲍尔他其实在决定的时候，他是按照专业去做出判断，所以次数没有像川普当初讲说就是会一直降。
好，可是呢，现在不只是利率哈，就连汇率啊，美国现在要准备对人民币出招。美国财政部在29号，他们发布了最新的货币报告，表示说呢，将加强对各国外汇交易行为的审查，那包括呢，任何试图阻止本国货币兑换美元贬值的行为，虽然并没有指控哪些主要的贸易伙伴操纵汇率啊？但在这次的监测名单当中呢，新纳入了泰国，还有中国大陆跟台湾呢，都还在名单里面。美国财政部称人民币是严重被低估，也呼吁中方呢应该要及时而且有序的方式来允许汇率走强。好，他们用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哈，直接quote他们的说法是：中方当局应该根据宏观经济基本面，及时且有序的允许人民币汇率走强。是还干预人家的汇率，我真的觉得。那请问吴越老师啊，美国既然对中国大陆施加关税，但是为什么又会担心人民币维持低档会促进出口？因为第一个，当然美国对于世界各国的汇率多少都会发布政策来表达干预。为什么？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赤字的国家。好，这第一个。那他的主观的想法，为什么贸易会赤字？就是你的币值过度的被低估了嘛，才会强化你的出口的竞争力嘛，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哪怕2025年，其实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已经降低了，但是它还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所以它当然对中国的汇率也会持续关注嘛。那第三个，但是他应该也看到了，如果从去年8月份人民币跟美元这样一个汇率的比例，大概是1:7.21。8月初，那如果到1月底收盘为止，已经升到了6.94的嘛。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从7.21已经升到6.94，而不是更加进一步的贬值嘛。那刚刚特别顾问也谈到了，那去年中国又创下了大概1.2兆左右的这样贸易顺差跟盈余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当然还是希望中国能够人民币继续升值啊。那继续升值的方式呢？就是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就是让它的这样一个高关税的政策可以得到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发挥嘛。所以说，这美国这种想法是从它逻辑上是可以理解的，有点像这个续命符的感觉。但是有没有效果，当然就取决最终还是取决总体的很多多项的考虑嘛。是。所以其实现在看到说，今年这个开年以来，我们看到说国际金融市场其实是经历了非常震动的这个局势啊。美元的这个指数呢，单周就暴跌，也创下了去年4月以来最差的表现。好，在画面的右方，我们看到华尔街的见闻，他们有一个报道是说呢，ICE 美元指数27号一度跌到了95.60，刷新了2022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准，单日是下跌了1.5%。那彭博美元指数呢，创下2022年3月以来的新低。最近6个交易日的跌幅都超过3%，那是去年川普宣布对等关税以来的最大跌幅。还有下方这位首席经济学家Wayne Thing， 他则是说呢，这将要引爆新一轮抛售美元的行动可能会让美元进一步的走跌。川普政府内阁当中有多位成员也同样是力挺美元走贬的，原因是因为呢，弱势美元是有助于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好，所以现在这个川普刻意压低美元的做法，真的会是如他们的计划，然后让这个弱势美元的情况之下，让其他的国家就是乖乖就范，买美元，大量的买美国商品吗？好，很快的讲这个川普一直在追求所谓的弱势美元他出发点就是他想法是以这个汇率来换市场，这种还是个豪赌了。可是有一个关键问题他没有解决，就是说那个高关税跟低汇率之间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我想这个大家很清楚。怎么说呢？比方说你通常像这个你的关税要是高的话，它会提升美元。那美元的话，就比方说进口减少了，那么通膨上升，然后利率就维持高点。是。所以因此呢，所以它是维持一个高关税，它 promote 一个高关税，同时又希望一个降低这个汇率，低汇率。这就好像一个人开车一样，比方说开车一脚踩他这个油门加油，这就是提高关税；一脚同时踩刹车，就降低汇率。这是两者不能同时进行，同时踩怎么？对，同时觉得他就车子一定会出事嘛。不过这川普他一个想法，他的那个阁员也没办法，只好听川普的。但是我想这个，所以因此呢，这个美国的至于美国的
国家会不会因为你的利率，那美国的汇率减少，就会减少他们购买美国货？我觉得还是很多因素了。怎么说？第一个呢，它美国货的这个，它不是光靠这个汇率了，它第一个还有你说所谓的我提出一个竞争性的贬值啊，各国会贬值它的汇率。